进行一个为数不多的撕膜。当当！去年秋天的时候，我不是把我那台特斯拉 Model Y 卖了吗？然后今天我又给买回来了。我之前那款还是疫情时候2022年长续航版本的 Model Y， 去年秋天卖掉了。这次入手的则是 Model Y 换新版。今天视频呢会有提车流程、选购策略和装修日记3部分组成。关于这台车的评测，我争取在6月结束之前发出的啊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谢岛特斯拉中心提车。谢岛这个一进入室内，好家伙，第一个感受就是全是 Model Y 啊。提车流程呢是首先排队，然后领取资料办临牌，领一个取号器等待叫号，然后呢就可以先随处逛逛。然后我们正好在这看一下大家的轮毂选择啊，都是19英寸版本的轮毂，对不对？真的是一个20英寸都没有哎。这边有一台，给大家放大看一下。这个是20英寸的轮毂。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点，就是特斯拉官方提车通知里啊，除了提示带证件、带资料这些之外，还有一句话是现场会有打卡拍照处，所以请大家在手机上提前装好小红书。我其实觉得换新版的这个 Model Y 前车灯啊，它没有老款的好看，后屁股比老款好看一些，其他位置我觉得差不太多。我还是很喜欢这个邪恶大鼠标设计的。哦，同学们，第一辆银色的Model Y 出现了。就在我欣赏其他人的车的时候，我这个号码牌响起来了。好了，牌子叫我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办临牌。办理临牌之后，工作人员会引导你去购买贴膜啊。特斯拉主要是和龙膜和 3M 这2个厂商进行合作。这个位置我是选择不贴膜的。视频后边那个装修日记我会说明原因。我的这个号码是40号，我去看一下40号提车位大概在哪里。这是38，看到了吗？它隔壁这个 Model 3是39。那么极有可能旁边这一台就是我的40号 Model Y， 就是这个小姐姐她后边这台车。办好临牌之后就去验车了，来到了我的小车面前。其实验车这方面我倒是比较随意啊，就转一圈简单看看差不多就行了。我买的这次呢是首发版，首发版有几个差别吧，就包括尾灯它有一个专属的贴画，但这个我不太喜欢，后期哪次洗车的时候可能会给它接下来。然后有一个专属的迎宾灯，赠送了一个脚垫啊，我认为脚垫这个是最实用的，但是这个脚垫它不是全天候脚垫啊，所以如果是下雨天鞋底带有泥土的话，可能不太好清理。无线充电这个位置下面有一个 Launch 的标志啊，但 Launch 这个字也太不酷了吧，就没有其他更炫酷一点的词儿了吗？另外呢，深色版本会和标准版有个差别，就是它会独占一个鸡皮内饰。坐在换新版 Model Y 里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味道还是很大呀，跟我的2022款味道一样大。这个方向盘的手感真好，我自己之前不是开 mini 嘛 ，mini 那个方向盘手感太滑，好久不开这个屏幕挂档了，我还得适应一下。在这之后呢，会有工作人员来简单的给你教学一下，然后帮你把临牌贴好，然后你就可以把车开走了。临牌一次是15天到3月24号，前后各一张，我帮您贴一下啊。好嘞。在这里我先说一下刹车，在提车之前我就看到网上有不少同学分享说换新版的 Model Y 它的刹车变得非常的硬啊，这个我自己实际上手确实很硬啊！这次换新版 Model Y 呢，它在技术上实际上是有一个升级的，就是它前半段是电子刹车，相当于有一个动能回收、能量回收，提升续航；后半段呢才是传统的机械刹车，所以说前后脚感会有一个差异，前半部分更松，后半部分更紧，这就给用户造成一个困扰，就是如果你想踩死的，就想把刹车踩停的话需要有一个不同脚感的适应。我在刚提车那2天非常不适应这个脚感，有的时候那个刹车感觉刹不住，就差站起来踩了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我印象特别深，有1-2次差点就和前车碰上了，所以刚开始提车那2天呢，这个心情有一些沮丧，因为这个刹车确实不是那么舒适。但是现在开了快小1个月吧，好像不知不觉中慢慢习惯了。现在感觉刹车没有之前那么硬了，虽然说它也不是特别的线性啊。关于刹车这个部分呢，我会再多体验一段时间，然后在评测里给大家更详细的反馈。今天视频的第2部分，我来聊聊我的选购策略。我这次选择的是换新版的标准版，然后白色车漆，黑色内饰，19英寸轮毂。全套下来应该是在27万1500块钱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首先我们说车漆的选择啊，车漆这个部分呢，我自己就是比较偏爱于白色，同时呢，白色也是一个非常耐脏的颜色，不挨雨浇的前提下，能维持1-2个月不洗车还很干净。但是下雨的话就不行了啊，因为北京灰尘太大了，一下雨就变成那个泥点子了。白色车漆选配呢要8000块，这个是我一个个人的必选项啊，就是让我每次开车的时候都心情愉悦。第2个选项呢是黑色内饰，其实我个人一直是
是一个白色内饰的忠实爱好者，包括上一台也是花8000块钱选择了一个白色内饰，所以这台我看到很多网友看到我选黑色内饰之后，他们心里就犯嘀咕，怎么了？怎么改了？是不是白色不耐脏啊？在这里统一回复，白色非常耐脏啊！我个人选择黑色内饰的原因，主要是想省点钱啊。就如果白色和黑色都免费的话，那我毫无犹豫的会选择白色。但是呢，这次白色要加8000块，然后我是结合了我上次购买车的经验，因为我上一台车不就是白色车漆白色内饰20寸大轮毂，但我在卖车的时候呢，感觉这3样24000加起来好像并没有给我带来一个很高的增值，所以这台车我的购买初衷呢就是降低预算啊，就是能便宜一点尽量便宜一点。第3个购买选择呢，就是为什么这次没有选择长续航版本而选择了标准版。我上一台2022款呢，那就是长续航版本，然后加大轮毂。我自己在日常使用的时候，因为它是3元锂电池嘛，然后你也不好每次都给它充满。我印象当中当时是每次充80%电还是90%电，记不清了。反正每次充完之后，我那个表显续航是475公里。然后这次的标准版因为是磷酸铁锂电池嘛，所以它是每次都可以充满的。我这个充满之后表显是435公里，所以相当于对我的使用场景来说，日常使用他们俩就差40公里。过去开了2年那款长续航 Model Y， 我没有一次说把电从充满一直消耗到用完的，所以就相当于我多花了5万块钱的预算，然后背着一个我从来用不上的大电池满街跑了2年时间，我觉得就有一些浪费吧。加上这一次呢，我是计划购买 FSD 的 ，FSD 要6万块，我的购买计划呢是我想把这台车的这个预算就控制在30万左右。现在这台车是27万，然后加上那个 FSD 是33万，如果要再加上长续航，那就奔着40万去了。那么第4个购车选配就是轮毂，这次我是在小轮毂和大轮毂之间呢，我选择了这个19英寸的小轮毂。轮毂的选择，我个人没有特别强的倾向性啊，19和20对我来说都挺好看的。我之前那台长续航选的是大轮毂，就是体验过了，所以这回呢就想体验一下小轮毂。19英寸纯黑和白色车漆这2个搭配，我依然觉得非常酷。同时，相比于大轮毂，它有一个更长的续航、更舒适的减震，我个人是不后悔这个选择的。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，我们来聊一聊装修日记。相比于我第一次买车 Model Y 那会儿那种特别兴奋的买装修各种小配件，这次呢我认为应该是买的最核心的一些配件。第一个配件呢，应该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手机支架啊。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，我不是因为特斯拉的车机不好用、地图不好用我才选择的手机支架，而是因为手机支架可以在日常的过程中让我快速的了解到时间，同时快速的了解到比如说微信通知啊、短信通知啊。首先跟大家说明啊，我这个呢它是2个混搭到一起的，其中上半部分这个吸附的部分呢，它是小特叔叔家的，下半部分呢这个叫来物。其中小特叔叔这个好像目前已经停产了，但是这个应该还在销售。它是利用这个出风口的这个夹层，造型设计以及位置我都很满意，唯独就是对这个 3D 打印啊，这个 3D 打印的手感轻飘飘的，这个是默认官方原厂推出的黑色版本，就从这个出风口这个位置卡进去，然后往这边推，这样就卡住了。它的这个磁力圆环其实是做的不错的，但是唯独就是这个材质，然后在后边呢有一个旋钮，把这个旋钮松开之后，它是可以来调整这个的角度。第2个配件推荐是在无线充电器这个位置呢，我买了一个橡胶垫儿。我相信一定很多同学很好奇，这种破玩意儿需要买吗？我相信所有特斯拉车主一个非常大的困扰，它不是支持无线充电吗？但是无线充电它没有散热，同时这个无线充电的温度非常的高，充了半天电没充进去多少，手机非常的烫。我现在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决了，大家注意啊，如果我给它转移到左边这个位置，你会发现它并不会进行无线充电，这个小垫是不是就有价值了？那么我们怎么实现的呢？在这里我们就要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爱酷。爱酷推出了一个磁吸散热背夹引磁片，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里边长什么样子啊。这个东西很便宜啊，9块钱一个。我下方这个垫儿，我就是把它这个磁片粘在这个位置了，从而实现手机放在这儿的时候，你既能够看到屏幕上的内容，同时它又不会开启自动的无线充电。第3个配件选择，既然我们已经主动自废武功，放弃了无线充电，那么就来聊一聊有线充电方案。在这里，我之前也买过网上那种，就是放在这里有一个 hub， 里边有不同的充电接口，然后还有那个线可以抽出来，平时的时候它是卷着缩回去的。但是那款呢，我入手了一下，我觉得那个抻出的那个线的质感实在是非常的差，真的就那个线抽出来的时候
让我觉得我这台车瞬间价格降低10万，就从30万的车可能变成了一台10几万的车。后来我觉得受不了，我就把那个退掉了，我就回归到了一个最传统的方案，小米的这个车充，同时搭配了一根磁吸的充电线。小米这款车载充电器呢，它是双口的啊，最高支持100瓦输出功率，同时呢也兼容 PD 协议，也就是苹果的那些平板啊、手机啊、电脑啊都可以很快速的充电，对我的使用场景来说很合适。而且最重要的是价格也不贵，这个才80块钱。这根磁力充电线呢是灶堂工厂的，我选择的是2米长的，这样全车的各个位置需要充电的时候，这根线都可以连接过去。另外，因为它是自带磁力的嘛，所以说你也不用特别去整理，你只要扔在那儿，差不多它自己就缠成了一个线圈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不买那个车载充电器，一根数据线放在这儿就可以连接了。但是我是觉得连在这儿，然后连着扶手箱，给我的手机充电稍微有一点远，因为我这手机支架在这儿嘛。第4个配件推荐呢，就是扶手箱的托盘。Model Y 这台车呢，确实它有非常大的储物空间，但是它这个储物空间太深了，也不好收纳。如果要找东西的话，也不好寻找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自己的使用啊，我觉得一个储物托盘还是很有必要的，把这个东西进行分隔。我最后选择的就是官方的那款，官方这个价格呢是168两只，因为它这个植绒材质，包括开模的精准度都和原车匹配度比较高，所以我最终就还是选择了官方的。第5个我推荐购买的配件呢是牌照框，换新版 Model Y 呢是前边增加了这个牌照框，但是后边没有牌照框。后边这个如果只把牌照放在那儿呢，我依然会自己不断的脑补，它有一天不小心被什么拉住扯住了，然后导致这个牌子变弯。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只买一个后边的牌照框就已经足够了。以上这5个配件就是我这一次第一批入手的装修配件啊。然后呢，我来说一下我这次哪些配件没买，然后说一下原因。第一个没买的呢就是脚垫啊，这个就是因为买车的时候特斯拉赠送了一个。我去提车那天，我看到现场有展示Model Y 官方换新版的那个全天候脚垫，我看了一下，那个质感还不错啊。但是900块钱，如果你想省心，你可以买官方的；如果想省钱，也可以买第三方，这个大家自己选择。第2个，我上次买了，但是这次没买的配件呢是水杯限位器。2款的 Model Y 呢，那款是没有水杯限位器的，当时被很多人吐槽，这太能节省成本了。这次呢，它增加了水杯限位器。我自己测试了一下，日常在路面上驾驶，如果是一些小的减速带，过去的时候，这个水杯是不会摇晃的。但如果是过一个比较大的减速带或者比较大的坑洼，那么这个水杯还是会摇晃的。第3个，上一次我买了，这次我没买的呢，就是后备箱两侧有一个储物空间啊，官方有那么一个储物盒，我上次买了2个，用了2年时间，我发现这种储物盒只针对于你平时如果想收纳球鞋呀，或者这种比较容易带土啊、带灰尘的这种物品，你才适合买这个储物箱。你拿出来的时候可以很快速的清理里面的灰尘。但我的话，放了2年的矿泉水，发现这2个储物箱根本就用不上，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没有买。第4个我没有买的配件呢，就是全车的贴膜啊，包括我的天窗的隔热膜啊，包括我前风挡的防紫外线膜啊，包括主副驾的隐私膜，我都没有贴。包括22年那款车，我开了2年的时间也没有贴一个膜。这个部分呢，我自己的感受啊，以我在北京的实际驾驶体验为例，我认为这个天窗不贴膜的前提下，夏天出去开它晒的程度，我自己是完全能够接受的。我身高是1.82米，距离车顶呢大概是有这样一个空间。像 Model Y 本身，如果你要长时间放在外边，它会有过热保护，自动开启空调。然后如果你要是把车停在外边晒了一段时间，你要出发的时候也可以提前用手机远程开启空调降温。所以在我自己的使用场景当中啊，我是觉得不需要贴膜。主副驾的隐私膜我觉得是可以贴的，有意愿贴的。但是呢，我考虑到要不你要切一角比较难看，如果你不切一角，全黑的一个玻璃呢，夜间行车可能安全系数会有一点低。所以从这2个角度考虑呢，我也就没有贴主副驾的隐私膜。当然了，以上这些呢只是基于我自己的使用场景，我在北京的使用场景。如果比如说在广州，对吧，深圳，或者有的同学本身就怕热，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来决定是否需要贴膜。我呢只是给出自己的一些参考。以上呢就是我自己在这次新车装修所购买的一些小配件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小配件，比如说挪车牌比如说车载吸尘器那些就从之前那个车直接平移过来，就没有买新的了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包括提车日记、选购指南和配件分享我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更好的体验这台车，然后有一些更好的使用经验以及一些更有趣的小配件，再慢慢的分享给大家，希望能够给准备购买这台车的用户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。我是周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